而下周的面对面会议，他们会把中国列为主题吗？十有八九。毫无疑问呢，他们一定会讨论如何开展军事合作、情报分享，共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对付中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拜登邀请澳大利亚、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下周前往白宫参加四方峰会的事儿。根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9月13号宣布，四国集团的领导人美国总统拜登、澳大利亚的总理斯科特·莫里森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·莫迪和日本的首相将于9月24号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议。他们在今年3月就开了一次视频电话会议，当时讨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建设问题。而下周的面对面会议，他们会把中国列为主题吗？十有八九。毫无疑问呢，他们一定会讨论如何开展军事合作、情报分享，共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对付中国。作为点缀呢，也可能会讨论一下新冠疫情的应对疫苗的分享以及经济合作等事宜。这已经不是阴谋了，这是公开的阳谋。四国集团呢，就是为了对付中国而诞生的。我们有些网友呢比较着急，认为四国集团越来越向着印太小北约的方向发展。但是我们认为尽管这四个国家绑在一起向中国展示武力和敌意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北约国家为了联合起来对付俄罗斯，那是有集体防御义务的。一旦一个北约成员国受到俄罗斯的进攻，其他北约成员国有义务参战，共同对付俄罗斯。如果四国集团形成这样的联盟条约，对中国是会很不利的但是北约的集体防御义务是有代价的，那就是北约国家的军队的对外行动必须听从北约司令部的指挥，实际上就是要听从美国的指挥。对于任何可能抽发集体防御的军事行动，必须得到北约司令部的批准。这种安排是美国为了防止北约中有些不听话的小弟，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欧洲鞋垫他仗着有后面有老大支持，主动的去挑衅俄罗斯，特意做出的规定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像是在黑社会团伙中，如果你想要老大罩着你，那你就得听老大的话，不要主动在外面去惹麻烦，否则那就别怪老大翻脸不认人。这样的条款呢，日本、澳大利亚和印度会接受吗？目前看呢，澳大利亚估计会答应的。除了他没有脑子以外，还因为澳大利亚与美国同为说英语的白人国家，早就是美国自己铁杆的盟友，五眼联盟的成员，进一步结盟呢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但是日本和印度未必会答应日本虽然在二战之后被美国阉割，但是割得并不彻底。日本自卫队还有相当大的自主权。美国在日本驻军的条约呢，也是1年1签，如果日本反对，美军就得撤出。日本在强调日美同盟的同时，也在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。所谓和平宪法早就成为了一纸空文。对日本最有利的事儿是中美冲突，而日本置身其外，可以根据中美战况来选边站队渔翁得利。印度作为名义上的不结盟国家的领袖，更不太可能与美国形成小北约的关系。实际上，印度和美国的利益有很多冲突之处。印度采购俄罗斯的 S-400导弹系统，目前呢面临着美国的制裁。美国军舰定期到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自由航行，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印度的自尊心。印度一心想要成为印度洋地区的霸主，这又与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矛盾。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四国集团会形成集体防御机制。在中印边境，如果印度再敢挑衅，我们只管打回去，美国是不会直接参战帮助印度的。但是四国集团进行情报交流和武器物资的相互支援是很有可能的。话又说回来只要我们自己强大了，别说四国集团，就是14国集团我们都不怕。实际上以我们目前的实力，也只有美国是需要我们尽全力对付的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